去年我發布了2支影片，玩手遊免費吃住賭城上下集，結果很多朋友問我賭城該怎麼玩才省錢啊？所以今年我乾脆直接整理出一系列的少花錢玩得爽的賭城攻略。那今天這一集就讓我介紹洛杉磯往賭城15號公路旁的私人秘境，還有沿途那些超好拍的取景點，保證你的公路旅行不是塞車，而是探險。首先要介紹的第一名就是名字怪到讓人懷疑人生的 Cizex。那會成為我的私人秘境榜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神秘。從15號公路往北賭城的方向，每次開在輕軌這裡看到那個 ZZ 路標，就好像提醒我要打哈欠。那從 Freeway 上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結果轉進去別有洞天哦。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經過這裡無數次，卻不知道這個看似無聊的道路盡頭曾經藏着一個荒謬又真實存在的夢想王國。50多年前，這裡曾經是一個溫泉水療聖地，那創辦人就是一個唬爛大王。他把湖水跟泉水包裝成天然水療，說是可以治百病。那神奇的是，在這個荒野大沙漠、前不着村後不着店的地方，竟然他還可以靠着這套天然水療法賺了30年。那一直到1974年，因為不實的醫療宣傳和非法占用聯邦的土地，才被政府收回，改成現今的沙漠研究中心。這沙漠研究中心目前不對外開放，但是當年的水療池和人工湖遺跡仍然保留着，那靜靜的躺在沙漠裡，就像被時間遺忘的一個角落。這是我推薦的10大沿路景點裡唯一需要門票的地方。那 Calico 鬼鎮曾經是繁華的銀礦小鎮，隨着淘金熱的退去，小鎮沒落，幾乎沒有人住，所以後來大家就叫它鬼鎮。那我記得疫情前的門票是以每台車來計算的，大概是15或20美元，我也忘了。但後來竟然改成以人頭計費，一個大人就要8塊錢美金。我上次帶6個朋友去，看到價錢後立刻打退堂鼓。看來我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消化調適暴漲的物價。不過如果你想拍那種復古西部牛仔老街的氛圍照呢， Calico 還是很值得走一趟。這家店是位在15號公路旁的 Baker 小鎮，滿滿外星人主題的牛肉乾店，一看就讓人聯想到神秘的51區，是不是就在這附近？事實上 Area 51它是位在於內華達州偏遠的沙漠，那離這裡至少超過100英里。過去20-30年來，每次往返拉斯維加斯，我常常會停下來光顧這家小小的牛肉乾專賣店。如今，它已經從小店擴大成為很多人路過必打卡的熱門景點。它門口有飛碟外星人，很吸睛。那喜歡外星人主題的朋友，這裡絕對值得順道停一下。全世界最大的溫度計，它就在外星人牛肉乾店的斜對面。這個巨大溫度計看起來有點老舊，但因為有外星人牛肉乾店的加持，就變成了一個來都來了就順便拍的一個打卡點。這是我家大人小孩都喜歡的50年代美式復古餐廳，那這也是我在15號公路往賭城路上唯一推薦的餐廳。它外觀粉色的建築裡面全都保留着50年代的風格，賣的是典型的美式料理，像是漢堡、奶昔、炸洋蔥圈。它的分量很大，嘗起來我覺得中規中矩。但是重點不是吃，而是那種電影裡懷舊的氛圍。它餐廳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恐龍公園，非常適合拍照，也能夠活動一下筋骨。這是沙漠裡最亮眼的糖果城堡，是一個超大型的臨時補給站，也是一個加油站。從遠遠的開過來，你就會看到這座巨大的冰淇淋塔，超吸睛的。那有帶小朋友的可以順便在這裡停一下哦。
它就在 Eddy World 旁邊。那從15號公路旁就可以明顯的看到這些巨型的雕塑矗立在沙漠中。那園內每一座雕像都高聳莊嚴，營造出肅穆而寧靜的氛圍。開放式的戶外雕塑園不需要門票。這個 Barstow Outlet 很小，沒有什麼人。那往來的旅客通常會跳過這裡，然後直接到賭城北邊那個更大的 Outlet Shopping。也因為如此，我常常會在這裡挖到寶啊！例如一雙 Nike 的球鞋不到20塊美金 ，Calvin Klein 的 T-shirt 一件不到10塊錢美金。所以，如果你喜歡這裡的某個特定品牌的話，可以順便停下來挖寶。那換句話說，這裡比較像是上廁所順便還可以抓一點名牌特價品的停留點。這是抵達賭城之前的最後一站，那距離拉斯維加斯大道大約20分鐘。7座彩色的疊石很適合拍創意照，高聳的對比色彩矗立在沙漠裡，很像外星人擺設的藝術品。那截至目前為止，2025年的現在，不需要門票，停車也是免費。看到這個招牌，就代表你正式踏入拉斯維加斯。那幾乎每一個第一次來的人都要來拍張到此一遊。建議早上8、9點以前來，可以避開人潮。那黃昏來拍的效果很好，夕陽打在招牌上，光線很柔和。現場有免費停車，但是位置不多。開車旅行不是為了趕着到達目的地，那沿途的小景點才是旅程的亮點。賭城的燈火迷人，半路上的風景更值得慢慢享受。我是愛完美，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哦。